签了吧，他回来了。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，这里面有5000万，这3年算我补偿你。一个软饭男还要这么多？沈总，你先出去。沈之夏，这3年，你有没有哪怕一刻把我当成你的丈夫？顾晨舟，别让我为难。陈安文，黑金兰，云峥，你是顾家长孙，顾氏只能交到你手里。我居然是顶尖家族的继承人，还有一个豪门千金未婚妻。失业，在这里当了3年的舔狗。顾晨舟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如你所愿，沈总，你的钱我不需要。顾晨舟，你要去哪儿？离婚了，沈总没资格问。是我，定位发你，来接我。顾云峥，陆天莹，别闹！你失踪3年，我找你找得快疯了，结果你在这里给人当赘夫。失忆了。 3年前害你遇险的人有线索了。好，我回来了，你们的好日子都头了。顾承业接管顾氏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顾老爷子转去了城郊疗养院，对外说是静养，实际上探视授权、病历调阅、转院申请，都需要顾承业方面的人签字确认。谢谢。对外说是中风后恢复不佳，但护理存在几处疑点，几次用药调整都缺少完整的医嘱说明，还有一份股权授权文件，签署时间很微妙。什么时候签的？你出事后的第3天。一个意识不稳定的老人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签授权文件？所以我怀疑，有人利用顾老先生的身体状况，在程序上做了手脚。查清疗养院位置。已经联系律师和医生，我们走正式探视和医疗复核流程。好。周眼里的资料查到了，周家旁支欠巨额赌债，所谓救命信物是一枚旧怀表碎片，我怀疑是从你身上拿走的。看来5年前救他的人是我。少爷，属下来迟。不迟，我回来了。顾承业那边，要不要我现在就采取行动？先别急，我要他自己把这交代清楚。周艳里现在在审视，沈之夏已经把新项目交给他了。姐夫，我听见周延礼和秦曼荣说话，他们好像要让我姐签一个合作，我觉得不对劲。你在哪儿？沈氏地下车库，我刚才跟着他们下来，听见他们提到一个外包仓库，还有境外账户，我录了一点音，但好像被人发现了。把定位发我，现在不要再跟，找有监控的地方待着。我知道，我又不傻，我现在往仓库办公室那边走。沈二小姐，你拿着手机在拍什么？我找我司机，不行吗？沈婉婉出事了。沈家的人，你还管？他刚才发了定位，而且他手里可能有证据。我通知会馆安保和沈氏值班负责人。我开车。报警备案，不要私下处理。几位，这里是沈氏外包仓储区，非工作人员不能进。沈婉婉在里面。没有，我们没见过什么沈小姐。半小时前，她的手机定位停在这里，门口监控也拍到了她进门。沈氏值班负责人已经在线，警方备案也已经提交。现在开门，对你们是配合调查；不开门，就是主动把事情闹大。我没事，他们只是让我删录音。开门！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沈小姐乱拍公司资料，我们只是想让她删除。我拍的是你们私下交接的单据，还有你刚才让人把旧合同搬走，我都录下来了。你别乱说。录音还在吗？在，我刚才听你的，已经同步到云端了。做得好。我本来想等我姐来，可他们发现我以后就不让我走。先出来。想清楚，
这里有监控。婉婉，姐，我没事。谁让你一个人跟过来的？我想帮你确认合同问题。他不是乱来，他发现了异常，也保住了证据。你是说，这不是普通误会？如果只是误会，他们不会急着让他删录音，也不会连夜转移合同。通知法务部和审计部，明早9点开会，没有我的签字，任何项目资料不准外移。是，沈总。等一下，谢谢你救了婉婉。不用谢我，他是自己保护了自己。哥，那我刚才表现是不是很机智？下次先保护自己，再保留证据。知道了，以后我不单独行动，有问题先告诉我姐和法务部。记住这句。他不是在针对燕里，他是真的发现了问题。姐，合同真的不能随便签了。我知道。姐，你是不是想我哥了？谁是你哥？顾晨川啊，反正你们离婚了，我叫他哥也不违规。你少和他来往。为什么？人家救了我，你不感谢就算了，还让我远离他。你不懂，我是不懂你为什么放着我哥那么好的人不要，非要相信周燕里那个假笑男。哼，燕里救过我，他说救过你就一定救过你，那我还说我上辈子救过银河系呢。之夏，婉婉没事吧？昨晚我本来想陪你去，可你不让我去。燕里，我只是……不用了，我姐今晚带我去。周哥哥，你身体不好，还是在家休息吧，不然旧伤又疼了，多麻烦。沈婉婉，姐，你太容易心软，我得替你看着点。这不是顾晨超，又是顾云哲。他怎么也来了？这位小姐，赏个脸聊几句。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？你少在这儿装场面，识相点儿，让这位小姐过来跟我聊聊。你现在正式道歉，还来得及。我道歉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老板，他身边的女人是海外陆家大小姐。陆小姐，对不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他刚才骂你小白脸。那就再道一次。这位先生，对不起。滚！顾先生，你现在仗着陆小姐的事，是不是太张扬了？仗势？周延礼，你最好祈祷你所有东西都是真的，不然等我查清楚，我会按规矩把该还的都讨回来。顾晨川，你到底是谁？沈总不是最清楚。姐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你可能把王炸当3代一丢了？之夏，昨晚的事你别放在心上。顾晨舟可能只是受不了离婚，才故意针对我。5年前救我的人，伤在右手腕内侧，可他的伤在手背偏外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之夏，燕里把新项目方案优化好了，只要你签字，审视下季度利润至少翻1倍。资金流向为什么要经过境外账户？这是合作方要求，能降低税务成本。之夏，燕里又不会害你，你不要因为顾晨舟几句话，就连救命恩人都不信了。我只是问合同问题。曼柔也是为我着急。算了，如果你不放心，这个项目我可以退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签吗？不能签！姐，我查了，这个境外账户半年前才成立，注册人和周家有关。沈婉婉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才没胡说，这是我哥让人发我的资料。我哥说你脑子不太好，让我盯着点儿。顾晨舟，之夏，这肯定是顾晨舟伪造的，他就是见不得你信我。那你解释一下，这个账户为什么和周家有关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合作方那边的问题。对啊，燕里怎么可能亲自管这些细节？签字的时候是我姐签，出事的时候说你不管细节，
好事都是你的，锅都是我姐的。这个项目暂缓，之夏，等查清楚再说。哥，我刚才表现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帅？勉强。什么叫勉强？我刚才可是英勇救姐。你这小姨子挺有意思。钱小姨妹。什么钱不钱的？我单方面宣布，你永远是我哥。继续盯着周延礼，但别单独行动，他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对沈家那个妹妹倒是挺上心。吃醋？我吃一个小孩的醋。顾云峥，你失忆3年，脸皮变厚了。少爷，周延礼今晚会去一场私人拍卖会，拍卖会上有一件东西，可能是你的怀表碎片。地址：南山会馆。走。顾晨舟，你怎么什么地方都能混进来？曼柔，这谁呀？沈之夏不要的前夫，一个吃软饭的。小子，这里不是你这种人能来的。跟你说话呢，聋了！你敢在这里闹事？秦曼柔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云顶那巴掌还没消软？顾先生，您来了，您的包厢已经准备好。经理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陈少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顾先生是今晚最高级别贵宾。带路。这是一枚来历特殊的古董怀表残片，起拍价500万。果然是我的。1000万。你要这个做什么？这是当年救你时留下的东西，我想把它买回来。1000万一次。3000万。5000万。1个亿。顾晨舟为什么要拍这个？成交。顾晨舟，你为什么要拍这个？因为它本来就是我的。顾先生，有些东西不是你说是你的，就是你的。那你敢不敢说，你手里的另一半是从哪儿来的？当然是当年救之夏留下的。沈总，你真觉得救你的人是他？之夏，我头好疼，可能是旧伤。装病也要换个新招。燕里，当年救我的那天，下雨了吗？怎么不说话？之夏，我真的想不起来，那段记忆太痛苦了，每次想起我都头疼。之夏，你别逼他了。燕里为了救你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记忆混乱不是很正常吗？之夏，你是不是不信我了？我只是要真相。少爷，要不要现在把完整怀表送去鉴定？不用。这是3年前我留下的，也可能是我失忆前想藏起来的东西。那块怀表不仅是救沈之夏的证据，还可能藏着3年前真相的关键。查这串坐标。拍回来了，周燕里什么反应？慌了。那就说明我们找对方向了。还有一件事，顾景城和秦月婷的婚礼定下了。秦月婷，我失忆前的未婚妻。我出事后，秦家连3个月都没等，就倒向了顾成业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婚礼是哪天？3天后。那就去送份礼。大的。足够他们终生难忘。周燕里说出的那些细节太模糊了，不像亲历，更像听别人说过。喂，姐，你睡了吗？那正好，我查到一个超级劲爆的消息。什么？顾景川和秦月婷3天后结婚，顾景川就是顾家现在那个继承人。但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秦月婷以前是顾云峥的未婚妻。顾云峥？就是顾家失踪3年的那个长孙啊。姐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顾云峥失踪3年，我哥也是3年前被你救回来，而且你看这个背影，是不是有点像？肩线、身形、走路姿势，不是像，简直就是。沈总，查顾云峥。沈总，顾家长孙的资料级别很高，我们可能查。是。
如果顾晨川就是顾云生，那我这3年到底做了什么？顾景川没这个胆子，也没这个脑子。真正想让我现身的人是顾成业。少爷，这是个局。那也得看他们摆不摆得住。局摆出来了，不去反倒显得我怕他们。需要准备多少人？不用太多，婚礼是他们的，主角却可以换。云峥，秦小姐，你以前不是这么叫我的。人总要长记性。这3年，我也很痛苦。痛苦到转头嫁给顾景川。那是家里的安排，秦家不能一直等一个没有消息的人。云峥，我也是没办法。所以你今天来，是想告诉我，你背叛得很无辜。我没有背叛你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取消婚礼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失踪后的顾云峥是他们急着撇清的死人，如今我回来了，我又成了他口中的重新开始。秦月婷，你不是爱我，你只是发现我又有价值了。3天后的婚礼照常办，我会去。你要做什么？送礼。精彩，前妻、前未婚妻假白月光。顾云峥，你这3年失忆，桃花债倒是一点没少。你很闲。我去工作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人可能也要回国了。谁？林霜。顾云峥，你欠我一次命。他找了你3年，如果他知道你还活着，他一定会来。让他来。有些事也该问清楚。先生，请出示请柬。请柬是真的，不过顾先生，里面都是贵宾，您进去后最好安静一点。今天是好日子，别急。沈总，你也是来参加婚礼？算是。顾景川娶的是秦月婷，她以前……我的前未婚妻。你和她……沈总，前妻关心前未婚妻，是不是有点越界？顾景川先生，您是否愿意娶秦月婷小姐为妻？我愿意。秦月婷小姐，您是否愿意嫁给顾景川先生？这人是谁？好像是沈之夏那个前夫。他怎么来了？疯了吧？来前未婚妻婚礼闹场？顾晨舟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堂弟，这么大的喜事，怎么不叫一声堂哥？各位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顾家长孙顾云峥。不是3年前就死了吗？他没死。那顾景川这个继承人怎么回事？小周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。二叔这些年一直在找你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二叔忙着给我办葬礼，没空找我。堂哥，你没事就好。今天是我和月婷的大日子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。回家？回哪个家？顾家老宅现在还是顾家的吗？云峥，我不知道你还活着。如果我知道……秦小姐，戏留着给顾景川看，我不爱看。小峥啊，你和月婷从小就有婚约，月婷也是被逼无奈，你别怪她。被逼无奈。这枚戒指物归原主，从今天起，顾家长孙顾云峥
和秦家大小姐秦月婷婚约解除。你不能这样，秦家和顾家是世交。世交？我出事后不到半年，你们就让女儿和我堂弟订婚，现在跟我谈世交？秦家当年借顾家名义拿走的聘礼，1周内还回来。另外，从现在起，顾氏名下所有与秦家的合作暂停。顾云峥，你没有资格代表顾氏。有没有资格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原来秦家曾经想尽办法攀上的人是他，而我却把他当成了沈家不要的赘婿。小周，顾氏现在由董事会管理，不是你一句话就能。二叔，别急，秦家的账只是开胃菜，你的账我们慢慢算。顾云峥，你一个失踪3年的死人，凭什么一回来就搅断我的婚礼？失踪？顾景传，你很失望吗？这婚礼挺好，新郎虚伪，新娘现实，挺配。锁死不用谢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沈之夏，我说过的，你不配知道。少爷，下一步去疗养院，我要见爷爷。这几份记录不完整，哪里不完整？顾老先生病情变化的时间点和护理记录里的处理流程对不上，单凭这些资料不能判断真实情况。顾老先生年纪大了，身体变动本来就比较多，我们都是按流程照顾的。既然是按流程照顾，那请院方提供完整病历、会诊记录、探视登记和转院申请回征。我们今天不是来追责，是来确认老人现在的身体状况。为什么过去半年家属探视申请多次被退回？顾先生说，顾老先生需要静养，不适合频繁见人。静养不等于隔绝探视。以目前记录看，顾老先生需要转到综合医院进一步检查，至少要把病情变化的原因查清楚。安排转院评估。如果院方拒绝转院评估，请出具书面说明，并注明医学依据。我马上联系上级。不用联系任何上级，这里是疗养院，不是顾成业的私人办公室。按医疗流程办。顾云峥，站没站相？顾家未来的掌权人不能像没骨头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意识反应弱，身体状态需要进一步评估，现在不能暂凭疗养院记录下结论。能转院吗？从医疗角度看，有必要转院复查。把医生意见、病历复印件、护理记录全部封存，转院手续走正式流程。明白。少爷，这里有问题。过去3个月，登记上写着顾景川每周都来探视，但门岗出入记录里没有对应时间。也就是说，探视记录可能被补过。不要下结论，把记录交给专业机构核验。是。爷爷，先不要刺激病人，转院后再做详细检查。爷爷，我先带你离开这里。顾云峥，你凭什么转走爷爷？凭医生建议复查，凭家属探视授权，凭正规转院流程。爷爷一直是我爸在照顾，你一回来就要把人带走，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如果您对转院有异议，可以提交书面意见，请不要干扰医疗流程。少爷，找到了，顾氏那份股权授权文件，签署日期是您坠江后的第3天。可同一天，疗养院记录显示顾老爷爷意识状态不稳定，不适合长时间沟通。更巧的是，那天没有第三方见证记录，也没有完整视频留测。这份文件是谁送来的？我不知道，公司文件一直是我爸在处理。那就让顾成业来解释。你别以为抓到一个日期问题就能推翻所有东西。我不需要现在推翻，我只需要把病历、探视记录、授权文件、詹前选转院流程全部摆到明面上。
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藏不住。所有资料已经做了留档，后续可以申请第三方医学评估和文件签署有效性见证。好，顾承业那边肯定会反应，让他反应，他越急越会露出问题。爷爷，不管他们用什么方式把你困在这里，我都会用能摆到明面上的证据把你带回去。初步检查已经结束，老人身体比较虚弱，需要时间恢复。至于病情变化原因，目前不能仓促下结论，要等完整检查结果。多久？最快明天有初步报告。还有之前疗养院的护理和用药记录，我们也需要一并核对，全部交给你们。少爷，顾景川那边在疗养院记录上动了心思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手里有正式复印件，还有院方签收记录。顾承业最怕的不是你闹，是你不闹，直接查流程。以前我可能会直接冲过去问他，现在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爷爷还在病床上，我要的不是痛快，是结果。爷爷，云峥，是我回来了，别急，查清楚。病人刚醒，不能追问，先让他休息。好，我们等报告，也等证据。从现在起，所有线索分3条查，病历交给医生，文件交给律师，资金交给审计。是。顾承业那边呢？等证据够了，让他自己到董事会上解释。这一次，不靠猜，也不靠狠，靠证据。少爷，我就在外围，远一点。凌霜不简单，如果有危险，我会立刻进去。我知道，别让他发现。凌霜，他到底是谁？凌霜比记忆里更冷，也更危险了。顾云峥，你终于舍己来见我了。我失忆了，所以你忘了我，却记得沈之夏。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。这3年，我找你找得快疯了，你倒好，给人当丈夫，还被人甩了。凌霜，我不是来叙旧的。好，那就谈正事。顾承业买通了境外基金，顾景川负责联系周延礼，周延礼偷走你怀表碎片，冒充沈之夏的救命恩人，这些你应该都查到了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你隐瞒了什么？3年前你出了事坠江，我把你救上来时你还清醒过一次，你让我找一个人。谁？阿森。阿森，我最信任的旧部，可记忆里他是泄露路线的人。你以为他背叛你？顾云峥，你真该看看自己失忆前是什么样子。阿森为了护你安全，主动去引开那些人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证据呢？你还是只信证据？我现在只能信证据。少爷，如果你听到这段录音，说明我没能回去。路线泄露不是我做的，是顾承业身边的人动了项目撤退的调拨记录。还有，沈氏的新项目不干净，周延礼只是明面上的人，真正的钱从外包账户走。沈氏，我查了3年，只查到这里，再往下查，所有线索都会断。沈氏新项目，周延礼，外包账户。沈总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听吧。你刚才说周延礼和沈氏新项目有关，不是我说，是阿梭留下的录音说。你早就知道？我只知道合同有问题，现在才知道这条线3年前就开始了。如果3年前的事和沈氏有关，那我这3年相信的到底是什么？阿森临死前把东西交给我，他说除非你恢复记忆，否则这些东西不能交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确定你身边还有多少人能信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我把东西给你，但有一点我要说清楚，查真相可以，别再用以前那种方式硬碰硬。阿森已经没了，
我不想再看见第二个人倒在这件事上。我知道。你以前也这么说过。这个编号和怀璧暗刻里的坐标格式一样。时征在哪儿？叫他进来。查这个编号，不查人，先查项目档案。沈氏这边我也会查，我是沈氏负责人。如果新项目真的有问题，我不能继续装作不知道。沈总最好记住这句话。顾云航当年出事，有些人是凶手，有些人是帮凶，还有些人是被蒙着眼递刀的人。凌霜，如果我真的递过刀，我会亲手把它收回来。少爷，徽章编号查到了，它对应的是3年前顾氏一个封存项目组，负责人是你，执行联络人是阿森。这个项目组后来被顾成业以资料缺失为由撤销，所有档案都被转到外包档案库。外包档案库？对，而这个外包档案库现在和沈氏新项目的外包账户有关联。沈氏新项目的外包方是周艳礼推荐的。我会让沈氏法务和审计重新核查这个外包方。不要打草惊蛇。你现在突然查，周艳礼会立刻切断线索。先按正常流程做内部风控，别让他知道你已经怀疑他。我明白，阿三留下这些，不是为了让你们再犯一次同样的错。阿三最后一次联系你，说了什么？他说，如果顾云峥还活着，让他别急着报仇，先查账、查合同、查每一个签字的人。他知道你醒来后，一定会想把所有人都揪出来。他倒是了解我，所以他才会替你去引开那些人。现在有2条线：第一，顾氏旧项目档案为什么会被转到外包库；第二，沈氏新项目为什么会和同一个外包账户有关？还有第3条，周延礼怎么知道怀表碎片的事？3条线一起查，但全部走合法流程。能做审计的交给审计，能走法务的交给法务，不能私下处理。我答应过你。阿孙说的对，现在不能急。你比3年前稳了一点。我去联系审计团队。沈氏内部我来安排。明天我会以常规风控复查为由，让法务部重新审所有外包合同。周延礼如果问你，我会说这是董事会要求的常规流程。你骗得过他？不是骗，我是沈氏总裁，复核合同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。这些东西我会复印留档，原件还是放你这里。你不带走？阿三交给的人是你。你现在倒是学会尊重别人了。以前不会。以前你只会自己扛。顾云峥，阿森的事，我要一个结果。会有。不是私下报复，不是让谁跪下认错，我要能摆到明面上的结果。我也是。那我等你消息。刚收到反馈，阿森留下的项目编号和沈氏新项目外包账户能对上，中间经过3家公司，表面上没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周艳礼不只是冒充救命恩人，他还可能参与了沈氏新项目的资金设计。难怪他一直催我签字。他急，是因为这份合同一旦签下，沈氏就会替他们背一部分责任。如果我没发现呢？那沈氏会成为他们洗白旧案的工具。我差一点又替周艳礼递了一次刀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沈氏内部有没有人配合他？我会查。先从外包合同、审批邮件、付款节点查起，不要用私人关系查，全部留痕。我知道。少爷，顾氏旧档案这边我也会同步申请调决，只要找到当年档案转移记录，就能证明阿森不是泄密的人。阿森这条线不能断。那周艳礼呢？让他继续演。他越觉得没人怀疑他，就越会主动催合同。只要他动，账就会动。我会稳住他。不用勉强。这不是勉强，这是我该补上的课。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回去。明天开始，先查沈氏这边。阿森，你没有背叛我，
剩下的我会查清楚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只听别人说。哥，你睡了吗？我姐今晚回来之后就不对劲，她把自己关书房里。还有，周延礼刚才来沈家了，他说我姐再不签字，顾承业那边就要翻脸。哥，离他们远点，很危险。比你想的危险。哥，你放心，我惜命，我现在就躲回房间，门反锁。聪明。顾云峥、顾晨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之夏，燕里，你还记得5年前救我那天，我穿什么衣服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想听你说。白色裙子。这个答案，新闻报道里写过。裙摆上有什么？之夏，那天我伤得很重，很多细节真的记不清了。可救我的人记得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只是随口问问。之夏，我不明白，他一个已经离婚的前夫为什么还要插进我们的事里？我们的事？燕里，我和你之间从来没有正式开始过。之夏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为你受过的苦？如果你真救过我，我会还；但如果没有，周延礼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这是沈之夏第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自己，冷静、审视，没有愧疚。之夏，你变了。也许是我醒了。他开始怀疑了，那就让他没时间怀疑。沈氏那边可以动手。沈总，这个项目是你亲自批的，现在出了这么大事，你必须给所有股东一个交代。市场已经开始恐慌，再这么下去，沈氏股价会崩。我建议沈总暂时停止。项目审批流程没有问题，资金异常是有人后续篡改了合同附件。证据呢？沈总，系统里的原始文件被删除了。荒唐！这么重要的文件说没就没。沈之夏，你还想狡辩到什么时候？各位，项目确实是我提的，但最后签字的是之夏。我相信之夏不是故意的。你说什么？之夏，我会陪你一起承担。这话听起来感人，实际上每个字都在坐实我的责任。可公司不是谈情说义的地方。沈之夏，你要么拿出证据，要么辞职。你是谁？自我介绍一下，天晴资本。天晴资本，沈氏最大的隐形投资商，他是天晴的人。你是天晴资本的顾总。顾先生持有天晴资本最高决策权，也就是说，沈氏项目是否继续，由顾先生决定。你凭什么插手沈氏的事？凭你动了我的东西。你冒充救命恩人，我可以先不揭穿，但你拿沈氏几千员工的饭碗做局，周艳丽，你越界了。这些都是假的。之夏，你不能信他，他恨你，所以才要毁掉沈氏。毁掉沈氏的人是你。周艳丽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当年救我的人到底是不是你？之夏，现在是公司危机，不是谈感情的时候。现在知道不是谈感情的时候了。刚才你们拿救命恩情逼我姐承担责任的时候，怎么不说？沈婉婉，你别添乱。我只是让他把真相问清楚。之夏，你宁愿信一个外人，也不信我。回答我。不用问了，放下一份。周延礼先生声称5年前参与海外救援，但相关救援记录存在后期补录痕迹，医院入院时间也与火灾发生时间不匹配。另外，周先生手中的怀表碎片，事故后曾被第三方转卖。所以当年的救命恩人不是周艳玲，那他这5年一直在利用沈总。这也许只是误会。误会？所有记录都摆在这里了，还叫误会？所以你就用一个谎言，让我误会真正救我的人5年。我只是想留在你身边。你不是想留在我身边，你是想利用我的信任，利用沈氏，利用所有相信你的人。沈之夏，你现在说这些是因为顾云峥回来了，你以为他就完全无辜吗？他当年也有事瞒着你。今天谈的是你的问题，不要转移话题。这些资料如果属实，问题就严重了。陈董刚才不是很着急让我姐辞职吗？
现在证据来了。任二小姐，这里是董事会，不是吵架的地方。我也没吵架，我只是提醒各位，别证据没出来时急着定罪，证据出来后又急别装看不见。我曾经以为救命之恩不能辜负，所以我一次次相信你，一次次替你找理由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我只相信证据。之夏，周艳丽，你骗我的，我会一件一件查清楚。你给沈氏造成的损失也会按程序追究。至于5年前真正救我的人，我会亲自向他确认，也会亲自道歉。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不是结束，是开始进入正式调查。周先生，相关资料已经提交，请你先配合后续流程。你凭什么拦我？不是拦你，是提醒你，现在离开只会让问题更复杂。顾景川那边也会同步核查。顾云峥，你别以为你什么都能查清。3年前最后一晚发生了什么，你真的知道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想知道就自己查。你们现在看到的，也许只是别人想让你们看到的。你可以继续故弄玄虚，但已经查到的事，一件都不会少。沈总虽然可能被利用，但签字的人确实是他。陈董，刚才证据没出来，你们逼我姐辞职，现在证据出来了，还想把责任全推给他。沈二小姐，董事会要考虑的是公司稳定。公司稳定，不是让无辜的人背锅。沈婉婉，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大家都是为了沈氏好。你刚才帮周妍里说话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沈氏？根据目前资料，周艳里涉嫌利用虚假合作方诱导沈氏项目资金进入异常账户。秦曼柔女士多次参与项目推进行会议，并对移交异常条款进行过核日，但已具备启动内部调查的条件。我没有，我只是相信艳里，我不知道那些条款有问题。不知道，就更该接受调查，而不是在这里装无辜。之夏，我承认我有错，可我从来没想真的害你，我只是太想证明自己。别靠近我。周艳里，从今天起，你和沈氏所有项目全部暂停关联，你涉及的合作、资金、合同，我都会交给审计和法务重新核查。你真要这么绝？我作为项目最终签字人，会承担我该承担的管理责任，但沈氏不会替任何人的私心买单。谁篡改文件，谁转移资金，谁利用公司资源做局，都会按程序查清楚。沈氏项目天知会配合第三方审计，在审计结果出来人不得擅自转移资产，不得私下销毁资料，不得干涉内部核查。顾总，这毕竟是沈氏内部事务，天行是项目相关投资方，有权要求风险核查。陈董如果没有问题，应该比任何人都希望审计尽快完成。今天的事，谢谢你。少爷，私人医院那边来消息，念念醒了，他一直在问凌霜什么时候回来。他还在发烧，已经退了些，但情绪不太稳。凌霜临走前把他托给了您，现在他只认您和病房里的小熊。先回医院。是。姐，念念是谁？凌霜的女儿，也是阿孙留下的孩子，现在暂时由顾云峥照看。难怪他这么急。他从来都不是冷血的人，只是我以前看不见。顾叔叔，妈妈会回来吧？会。真的？真的。他有事要处理，处理完就会回来。那我等他。先喝一点水，好不好？不想喝也没关系，我放在这里，等你想喝的时候再喝。谢谢漂亮阿姨。不用谢。少爷，顾氏出事了，核心项目出现异常变动，董事会要求您立刻回去。我知道了。顾氏那边情况很急，几项重要合作同时出现问题，股价和舆论都受到了影响。这不是临时动作。顾成业3年前埋好的雷。你现在回去，董事会一定会借机逼你让权。那就按规矩处理。顾叔叔，你要走了吗？我去处理一点事情，很快会让人回来陪你。那你也要回来。会。大人说话要算数。算数。我留下来陪他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一个人。不是为了插手你的事，孩子现在需要有人陪着，我只是做我能做的。时征，留下2个人在医院，不要打扰孩子休息。漂亮阿姨，顾叔叔会很忙吗？会有一点，但他答应你的事会记得。那我也乖一点，不让他担心。你已经很乖了。顾总，您刚接手顾氏就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吧？顾成业3年前埋的雷，现在爆了，你们让我给交代。话不能这么说，
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您，股东只看结果。如果顾总无法解决危机，我们建议暂缓继任程序，由董事会成立临时管理组。临时管理组？你们是想管理顾氏，还是想趁火分资产？顾总这话太难听了。我说话一向难听，赵董事刚知道。顾总，境外基金代表发函文，要求顾氏在24小时内承认资产转让有效，否则他们将联合多家机构揍空顾氏。顾总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可以谈判，先稳住股价。用什么谈？让出控制权？顾总，我们查到陈德海私下转移资产的证据了，沈氏项目的暴雷是他一手策划的局。陈德海，难怪沈氏项目暴雷时他跳得那么快，原来早就是局中人。顾总，现在不是沉默的时候，24小时，顾氏撑不住这种压力。顾氏撑不撑得住，不是你说了算。沈总，这是顾氏董事会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沈氏愿意以自有闲置投资资金与天银资本成立专项输取其资金证明，这是董事会全范围的主体资产，也不会动用棒公司和核心运现金流。专项基金后续会走董事党员审议、临时公告和股东披露流程。我不是拿沈氏去赌命，而是在规则内给顾氏争一口喘息时间。沈总，你疯了！现在顾氏风险这么高，你拿沈氏资金来，不怕把沈氏也拖下水？所以我说得很清楚，是自有闲置投资资金，是专项基金，是合规流程，不是无底线书写。外界不会这么看。媒体只会说沈氏为顾氏兜底，说你为了前夫豪赌。媒体怎么写，不影响资金是否合法。赵董事如果想用舆论替顾氏董事会做决定，那我建议你先退出董事。沈总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我相信顾云峥会赢。相信？沈总，资本市场上不是谈感情的地方。顾氏现在退步，这个专项金不是我帮顾云哲，是沈氏自救。所有资金来源、审议流程、风险隔离资本做联合公告，也会配合顾氏稳定市场预期。你知道这一步走错会失去沈氏。我知道，陈德海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那就让他伸手，手伸出来才好处理。以前我识人不清，现在我不会再退。沈之夏，别再用伤害自己来证明什么，没必要，也不值。我知道，以后不会。还说不关心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方案在这里，想保顾氏的签字，想趁火分资产的，现在就站出来。沈之夏竟然敢拿沈氏去帮顾云城，他疯了！他不是疯了，他是开始清醒了。那怎么办？既然他想当英雄，那就让沈氏先乱。你不是准备了股东联名书吗？你是说逼他下台？他如果还坐在沈氏总裁的位置上，我们不好动，让他自己辞职才有意思。什么叫为前夫豪赌？他们懂什么？我姐那叫设局。姐，你怎么还喝得下去？陈德海那老东西已经带人去公司了，听说他今天就要召开临时管理会议。那正好，他坐上那个位置，才会把藏着的手都伸出来。所以你真是故意的？不然呢？姐，你变聪明了。你不会说话可以闭嘴。那我哥知道吗？知道。他怎么说？他说让我想清楚。那他是在关心你啊？也许吧。姐，他没拒绝。我知道，这已经够了。至少现在，他愿意看我改变，而不是彻底无视我。漂亮阿姨，你削得像小山。第一次削得这么认真。妈妈以前也会削苹果，她削得很快，但是每次都不让我多吃，因为她怕你肚子不舒服。我知道，她总说我是小朋友，要好好睡觉，好好吃饭，不能逞强。她说的对，小朋友不用逞强，害怕也可以说出来。那我可以说我有一点想妈妈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也有一点想爸爸。想他们不丢人，你想说的时候，我就在这里听。那你帮我看一下小熊，不要弄丢。好，我一定看好。少爷，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，说明顾城也已经动手了。你身边有内鬼，但不是我。还有，别信顾城也手里的遗嘱，真正的遗嘱在……真正的遗嘱还在某个地方。顾氏这盘棋还有最后一枚关键字，只有这一段。芯片损坏严重，技术组还在继续修复。继续修，阿森不会只留下半句话。顾云峥，我查到银蛇手链。你在哪儿？凌霜，他可能遇到麻烦了。芯片修复到哪儿了？第二段修复出来了。少爷，真正的遗嘱不在老宅，老爷子早就防着二房，他把东西藏在……
留下的东西很多，老宅、保险库、基金会、纪念馆都可能有。不，爷爷如果防着二房，不会放在他们能碰到的地方。顾云峥，霍明川动了。他召开线上发布会，说你手里的遗嘱和股权文件都是伪造，还说真正能证明你身份的人是凌霜，而凌霜已经失联。凌霜失联，念念还在医院。霍明川这一手是冲着他们来。霍明川既然动凌霜，下一个可能是念念，我不会让他出事。让时征送你。好。真正的反杀该开始了。关于故事近期动荡，我个人深表遗憾。顾云峥先生是否具备合法继承资格，目前仍存在争议。我方只是合法接盘。如果顾云峥先生认为自己拥有完整继承权，请拿出具备法律效力的原始文件，而不是拿一些来源不明的视频和所谓旧物误导公众。霍明川真会挑时候。遗嘱 U 听盘能不能直接公开？还不到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 U 盘只能证明爷爷的安排，不能证明霍明川参与顾成业的资产转移。我们要的是完整证据链。可凌霜失联，黑名单不完整，阿森芯片修复出来的内容也缺最后一段，证据链怎么补？霍明川这么急着把凌霜推出来，说明他怕凌霜，也说明凌霜手里有关键东西。少爷，医院那边来消息，有陌生人员试图进入念念所在病区。人呢？被门禁和值守人员拦下了。沈小姐发现登记信息不对，第一时间住了医院安保。念念没有受到惊吓，现在已经回病房休息。我去医院。请先核对身份。念念今天没有新的探视安排。我是临时过来送资料的。资料交给前台，不能直接进入病区。麻烦通知安保，这里有一位访客信息异常。漂亮阿姨，外面怎么了？没事，有人走错楼层了，安保叔叔已经在处理。那我可以继续睡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就在门口。那小翔也在。小熊也在。沈小姐辛苦了。应该的，孩子没事就好。少爷马上过来。顾总来的比我想象中快。你放出凌霜是想逼我公开 U 盘，我只是要求顾总拿出合法证据。商场不是讲故事的地方，旧部视频、旧物、口头证词都不够。谁该讲故事，谁该被清算，你很快就知道。霍总，沈氏资金池已经准备好，等沈之夏下台，我会签转移授权。顾董，顾氏资产转移手续霍总已经安排好。霍明川，你喜欢研究人心，怎么没研究明白你的人也会怕？这些证据不够。确实不够，所以我只是来拖时间。关于顾氏资产转移、境外基金洗白，3年前顾云峥遇袭，我手里有一份完整黑名单。他怎么可能？你把他藏得不够好。第一，顾成业；第二，顾景川；第三，周艳丽。我只是让所有人知道，你输了第一步。你失忆前最后1晚见的人不是凌霜，是另一个人，那个人才是真正让你失忆的关键。谁？顾云峥，你会查到的。3年前最后1晚，还有一个人，这盘棋还没有彻底结束。少爷，有钱吗？让他上来。云峥，秦小姐，你一定要这么叫我吗？我知道我现在没资格求你，可秦家已经撑不住了。银行催贷，合作方解约，顾景川还把伪造遗嘱的脏水往秦家身上推。我这次来不是求你回头，是想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你。说，顾景川手里那份假遗嘱不只是顾成业做的，秦家也参与过，但真正提供模板的人是霍明川的人。顾景川曾经说过，顾老爷子真正的遗嘱不一定在老宅，可能和你母亲留下的东西有关。秦月婷，你现在说这些不是赎罪，是自保。我知道。资料留下，秦家该还的照还，该承担的一样承担。我明白。少爷，这里面提到了夫人留下的旧基金会，查基金会，真正的遗嘱应该快找到了。少爷，这个基金会早年做公益和医学研究，夫人去世后就停摆了，账面干净的不正常，像是被人刻意清理过。越干净越有问题。基金会名下有一处旧档案库，后来并入顾家老宅资产。顾成业这些年没动它，应该是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。陈德海电脑里找到的顾氏3大资产转移的初始授权文件，签字人不是顾成业，是霍明川伪造的海外代持协议。谢了。不用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去顾家老宅。怎么了？爷爷说过，顾家最难防的不是外人，是自家人。以前我也以为身边人都可信，后来才知道，我最该信的人
被我亲手推开了。少爷，这个基金会早年做公益，账面干净的不逞强，像是被人刻意清理过。是这里。找到了。顾成业父子结束了。我原本想等你30岁再正式交给你，没想到二房等不及。爷爷，先休息。我还死不了，看不到你作为顾氏的位置，我闭不上眼。好，我让你亲眼看见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顾氏集团第一继承人顾云峥即日起恢复所有股权、董事席位和管理权限。经核验，该遗嘱及股权文件具备法属链络完整。您失踪3年后强势回归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沈氏集团沈总多次公开支持您，请问您和沈总现在是什么关系？合作方。这是合作方吗？现在是。顾云峥，你知道我从小最不甘心的是什么吗？不甘心爷爷偏心你，不甘心所有人都说你才是顾家的未来，我们也是顾家人，可我永远都像个陪衬。你第一次进董事会，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，而我呢，我做什么都像个笑话。后来我爸告诉我，只要你死了，顾家就是我的，我信了，我以为只要你死了，我就能赢。可我到现在才知道，我从一开始就是他手里的刀，刀用完了就该丢。你的嫉妒不该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。阿森死了，爷爷中毒，念念差点被带走，这些账不会因为你也是棋子就一笔勾销。他不会在老宅，也不会在公司，他还有一处私人会所，城东云水山庄，他最新的几个旧部都在那里。少爷，云水山庄确实是顾城城名下隐藏资产，安保不少。去。我也去。你带沈婉婉回去。我不用带，我可以自己回。你闭嘴！顾成业已经开始灭口，他不只是顾家的事，也牵扯沈氏和陈德海。我有权知道他手里还有什么。云水山庄不安全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不会逞强，我只跟到外围。你需要沈氏那条线的文件，我能补上。石铮，给他安排车，别让他靠近主楼。是。姐，我发现你现在很会谈判。闭嘴，回家。哦。少爷，外圈有16个人，内圈至少20个。顾成业身边还有几个旧部，都是以前顾家保镖队里出来的。他最喜欢用顾家的东西来对付顾家。陈德海供出的账资料发给你了，顾成业今晚要通过山庄上网转移最后一批资金，如果能截住，霍明川那边就断一条线。收到，你待在车里。好。小郑，你比我想得快。二叔，你比我想得蠢。你以为拿到遗嘱就赢了？顾氏这么大，不是靠一份遗嘱就能掌控。董事会、海外基金、旧股东、顾家旁支，哪一个会真的服你？至少他们不会服一个给亲爹下毒的人。顾家本来就该能者居之，老爷子偏心你，我只是把该属于我的拿回来。你软禁爷爷，伪造遗嘱，转移资产，追杀我，害死阿仙，还想抓念念，这些在你嘴里叫拿回属于你的。成王败寇而已。那你现在是寇。拿下他！二叔，你跑了3年，还想跑？顾云峥，你别忘了，霍明川还没倒，就算我完了，你也不会好过。你放心，他很快陪你。顾成业最后提到了苏家，还有银蛇手链。银蛇，他母亲叫苏婉，是你母亲年轻时最好的朋友。后来苏家出了事，他带着女儿去了海外。那孩子小时候来过顾家，你们见过。他叫什么？苏建威。你还好吗？没事。顾大人，你每次说没事，脸都很可怕。他母亲当年和你母亲交好，但苏家后来卷进一场海外资产案，我怀疑当年顾成业能够联系境外基金，和苏家有关系。我查过苏家，苏建威这些年一直用不同身份在海外活动，他不是单纯替自己做事，他救你是真，骗你是真，被迫替苏家两面周旋也是真。看来他很了解我。他想做什么？让我想起来，或者
再让我忘一次。顾云峥，想知道最后一晚发生了什么？今晚8点，京都旧博物馆。云峥长大后一定像你母亲。你怎么了？苏建伟回来了，你不能去，他能让你失忆一次，就可能有第2次。爷爷，3年前最后一晚，他在场，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陪你去。你去做什么？如果他的目标是让顾云峥动摇，那他一定会利用他的记忆。我不了解顾家的过去，但我了解他失忆后的3年，至少那3年我在场。我不会擅自行动，也不会拖后腿。我也要去。不行，我就知道大人都只会把小孩关起来。你留下陪我。你会偷偷盗药吗？不会。我监督你。你母亲以前说你长大后会很辛苦，她说顾家人给你的东西太重，如果有一天你撑不住了，可以逃。所以你替我决定，让我逃。我只是想让你活。让我失忆，也是为了让我活。是，顾承业要杀你，霍明川要利用你，苏家被海外资金攥在手里，我没有选择。可你替他做了选择，沈之夏，你没有资格说我，你不也替他做过决定？你把他当报恩工具，把他困在沈家3年，又为了一个假货把他推开，你和我有什么区别？我确实没有资格指责你，但我至少现在知道我错了。3年前最后一晚，你给我注射了什么？银蛇药剂，它不会要你的命，只会阻断关键记忆。你醒来后会忘掉顾家，忘掉追杀，忘掉所有让你痛苦的事，也忘掉我自己。你怕我再让他忘一次？是。你怕他忘了你？我怕他再被任何人剥夺选择。这里面不是药，是你3年前最后一晚的完整录音，我剪掉过一半，现在还给你。我来。沈之夏，你说过我在那3年里在场，那现在我也在。如果我撑不住，就让我忘一段时间。别动我记忆里的锚点。什么锚点？沈之夏。不是只有他，爷爷、阿孙、陆廷劳、石铮，还有我自己。我可以短暂忘记顾家，但不能忘记我是谁。你想要的是一个忘掉一切，按你安排活下去的顾云峥，那不是救我，是占有。苏建威，救人不是把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我懂得太晚，所以我不会再替他决定。这里面是苏家实验室的全部资料，银蛇药剂的配方，顾承业、霍明川、苏家海外基金，还有你母亲当年留下的资产线，你想要的都在里面。你还好吗？没事。你又说没事。回去吧，雨大了。他说的没错，你也曾替我做过决定。我知道，我以前以为那是报恩，是补偿，后来才明白，那只是我把你困在我的愧疚里。我没有问过你想要什么，也没有真正看见你是谁，所以我现在不会求你原谅，也不会逼你回头。我只想把我欠你的一点点补上，补不上也没关系，至少以后不再错。沈之夏，我们回不到过去。我知道。但也不必永远停在过去。朋友之间可以撑伞。硬盘初步解开了，苏家背后确实还有一条线。银哲药剂是苏家实验室做出来的，当年顾承业买药，霍明川洗钱，周艳离捡信物冒名，但最早把你引去海外那场火的人是苏建妹。也就是说，5年前我被困火场不是意外。不是。苏建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想逼你离开顾家。他认为顾家会害死你，所以他设计让你看见顾家内部的脏东西。可他没想到沈之夏会出现在火场。如果不是我，你那次不会暴露行踪。那不是你的错，别把所有错都往自己身上揽。这是云峥第一次在过去那些事里为自己摘掉一部分责任。
好。大人真别扭。睡觉。我自己会睡。太晚了，住客房。可以吗？念念明早要见你。好，因为念念。苏家实验室已经被查，银蛇药剂记忆干预记录，3年前顾先生失忆前后的药物链条都能对应上。海外资金账户呢？霍明川名下的几条代持线也已经进入调查程序。顾成业和顾景川呢？顾成业涉嫌伪造遗嘱、非法转移资产、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。顾景川参与资产转移、绑架、威胁和伪造文件，证据链完整。周艳礼冒充救命恩人，参与沈氏资金转移、绑架、威胁沈婉婉，证据也闭环了。秦曼柔收受贿赂，协助篡改沈氏文件，正式起诉跑不了。该交给法律的全部交给法律。顾氏和沈氏要做的是把被他们拖下水的人拉回来。少爷，联合发布会已经安排好，顾老爷子坚持要到场。他身体撑得住，医生拦不住。老爷子说，他要亲眼看顾氏清干。那就让爷爷坐第一排。太爷爷，你不能乱动。医生说你是重点保护对象。小丫头，你管得比医生还多。因为医生怕你，我不怕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沈氏的清算，我该亲自交代。错过一次不可怕，怕的是错了还不认。你比从前稳了。谢谢顾老。有些人该断就断，该留就留，别因为心软把自己赔进去。我知道。程烨父子被逐出顾家，所有非法所得收回，顾氏3大核心资产回归。天行资本和沈氏会参与后续稳定计划，顾氏内部也将重新启动审计，所有涉及违法违规的人员全部移交法律处理。顾总，霍明川是否已经彻底出局？霍明川所有伪装已经被撕碎，海外基金账户在多国司法协查和合规资产保全下陆续冻结，后续由法律程序处理。那苏建威呢？他在这场事件中到底是什么角色？他救过我，2笔账会分开算，该承担的责任他一样逃不掉。沈氏这次的危机不是外界给我的教训，是我自己识人不清、用人不慎的结果。我不会逃避，也不会把责任推给任何人。以后沈氏不会再因为任何私人情感影响公司决策，我也不会再让愧疚和信任变成别人利用我的刀。沈氏内部整改已经应完成，陈德海一系彻底清理，沈氏将成立独立监督委员会。大人真别扭。沈总，您曾经因为周艳礼误会顾总，现在真相大白，您是否想和顾总复合？我确实做错了很多事，也确实正在努力弥补，但感情不是我后悔了，他就必须回头。至于复合，我没有资格替顾总回答，我能说的是，我会尊重他的选择。那顾总呢？您对沈总现在是什么态度？沈总刚才说得很清楚，感情不是新闻标题，也不是发布会该决定的事。所以您不会复合？现在不会，但他现在是顾氏的合作伙伴，也是朋友。只是朋友？考察期朋友。我会努力通过考察。目前分数还可以，但顾大人很难追。漂亮阿姨，我不吃这个。吃。唉，你们大人越来越统一了。啧啧，这还说只是朋友？挂了。别，我就看个热闹。妈妈要回来了吗？那她回来之后，我还能来顾家吗？当然。真的吗？顾家又不是装不下你。我只是随便问问。阿森的孩子，我们顾家要护好。会。沈之夏呢？算了，你自己的事儿，爷爷不替你做决定。但有一点，别为了惩罚他，也把自己困住。我知道，过去的账终于算清，可未来还没有定顺。听说你现在在追我孙子？
是。脸皮倒是比以前厚。以前是心太硬，现在想追回来，总不能还端着。追可以，别指望他立刻答应。我知道。漂亮阿姨，加油！谢谢你。念念这孩子有前途。你还在？我远程关心顾家未来。挂了。行，祝考察顺利。漂亮阿姨，明天还来吗？我不是替顾大人问，我是替我自己问。好，我明天来看你。顾云峥，我想重新追你，不是因为愧疚，也不是因为你现在是顾氏继承人。我现在不会和你复合，也不会承认我们有任何关系。你想追，是你的事，我不保证回应。我知道。从朋友开始。谢谢你。朋友不用谢这么多。好，那明天见。朋友，顾云峥，你这让步不小啊。你很闲？不闲，就是替你高兴。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我只是对人类幼孩社交保持谨慎。那中午要好好吃饭，不要挑胡萝卜。漂亮阿姨，你现在越来越像家长了。我可以吗？实习家长，还没转正。好，我继续努力转正。顾大人，放学你来接我吗？我也来。那你们不要迟到，迟到扣分。沈之夏，你不累吗？什么？追一个不一定会回应你的人。以前你等我3年，我从没问过你累不累。现在轮到我了，我才知道等一个人回头真的很难。可我不觉得委屈，连轻颤都不曾有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不想给我机会，你告诉我，我会停。我说过，我们只是朋友。我知道，朋友也可以一起接孩子，可以一起吃饭，可以一起撑伞，可以慢慢重新认识。顾云峥，我不是要你回到过去，我想认识现在的你。字写得太丑。感情真彻就行。漂亮阿姨，你进步啦！谢谢念念老师。他现在削苹果都要被你打分。当然，实习家长需要考核。我接受考核。怎么了？晚宴邀请。你要去吗？那需要我以合作伙伴身份出席吗？可以。好。合作伙伴是不是朋友升级版？写作业去。我已经写完了。顾大人恼羞成怒，扣1分。小丫头说得好。爷爷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今晚2位一起出席，是不是代表2家合作进入新阶段？2家本来就有联合基金。那私人关系呢？外界现在都在猜。外界猜的太多，
不代表我们要一一回答。沈总，您今晚以什么身份陪顾总出席？合作伙伴、朋友，以及一个还在努力通过考察的人。沈总现在很会说话，以前不会，所以让别人吃了很多苦。这话听着顺耳。给我的？你今晚不能空腹喝酒。谢谢。朋友之间这么细心？你很闲。不闲，我只是确认一下考察期进度不错。在这里等我。走吧。妈妈，我能不能以后还来顾家？你想来就来。那我能不能不止偶尔来？念念，你是想留在这里？妈妈家太冷清，顾家比较热闹。他被你们养焦了。我只是喜欢热闹。念念，点心快好了，吃完再走。我不是为了点心留下的，是为了热闹。你想清楚，留在顾家，不代表不要妈妈。我知道，妈妈会回来接我，也会来看我，对吗？会，不骗你。漂亮阿姨，你也要保证，不能骗顾大人，也不能欺负他。我保证，不会再骗他，也不会再欺负他。那你可以继续追。念念，童言无忌。他暂时交给你。放心，我会常回来。妈妈，再见。漂亮阿姨，今天守信用，答应你的事我都会记得。太爷爷今天又把药倒花盆里。我没有。那花盆为什么一股药味？人家都追到家里来了，你还真打算只当朋友？爷爷，别什么都管。我不是管，是提醒。你可以不原谅，但顾家人做事要清楚。沈总越来越像顾家人了。陆小姐，顾家和陆家当年有一份口头婚约，虽然没正式定，但老人家写过婚书。沈总，看清楚，我不是输给你，我是懒得跟一个还在考察期的人抢。怎么，吃醋？有，但我知道自己没资格闹。沈之夏，你现在确实比以前顺眼。好了，陆家这边从今天起不会再拿婚约说事。顾云峥，你自由了。谢谢。少肉麻。但你别高兴太早，他不欠你复合。我知道。妈妈，这是新的小熊。旧的陪你太久了，新的替他值班。谢谢妈妈。我们念念又长大1岁了。太爷爷也要长命100岁，不准偷偷捣药。今天生日，能不能不提药？不能，这段我录下来了。生日礼物。这是爸爸的。你爸爸是英雄，以后这枚徽章由你保管。顾大人，生日愿望我想好了，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再走丢。好，尽量不走丢。不是尽量，是一定。好，一定。念念，吹蜡烛啦！漂亮阿姨，你也来。挺好，这画面不错。
念念高兴就好。这个画面好，像一家三口。我啥也没说。我许愿了。许的什么？说出来就不灵了。